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月球基地。在1998年呢，英戈斯旺呢出版了名为《穿透》的书。他声称自己是一名通灵者，受雇于中央情报局，负责呢远程观察月球的暗面，专门寻找外星人的存在。这个听起来很像是科幻的小说呢，但是在2006年呢，当中央情报局开始发布有关于西门计划的文件的时候呢，斯旺呢参与该计划得到了证实。当斯旺被问及外星人是否存在的时候呢，他说他们不仅已经在这里了，而且还在月球的背面建造了一些东西。根据斯旺说呢，这些外星人并不友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斯旺小的时候还是个孩子时呢，他的家人就注意到他有通灵的潜力。当他长大后呢，他想探索这种天赋所以他就开始自愿的参与一些研究人员而组成的实验来证实他的能力，看看他是否可以用心灵感应来影响植物，或者是用他的思想来改变环境的温度。而斯旺的研究以及他的成功呢，开始让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呢对他开始产生了兴趣。在70年代初呢，斯旺参与了美国心理研究学会的一些研究。这项研究就涉及了斯旺坐在椅子上，试图将他的意识投射到了密封的盒子里，其中就包含了让斯旺呢试图的阅读这个密封盒子里的符号。那在一次实验中呢，研究员就询问这个斯旺，请问你在盒子里看到了什么呢？斯旺就说他说我什么也没看到，这里面只有黑暗。那研究人员当时就很失望，说那太糟糕了，那我们再尝试别的测试看看吧。当时斯旺就说呢，他说我的意思是这个盒子里的黑暗是因为盒子里的灯泡坏掉了。研究人员当时很困惑就走到盒子前将盒子打开，发现果然呢盒子里的灯泡坏了。那这项测试就当时惊呆了所有测试人员。而这项早期的实验成功呢，就引起了斯坦福国际研究院 SRI 的注意。这个 SRI 是什么组织呢？它就是位于加州的非盈利性的这个科学研究机构，它是由斯坦福大学董事会在1946年创立的。那 SRI 多年以来一直在远端观察世界的各个地方，但当他们发现英戈斯旺在这方面非常成功之后呢，他们就想知道他是否可以远端的观察太阳系中的其他地方。在1973年呢，他们就进行了一项实验，而 SRI 研究员呢就要求斯旺将他的潜意识呢投射到木星上。那一开始斯旺是拒绝的，因为斯旺不想透露任何无法证实的事情。因为有很多自称是拥有通灵能力的骗子呢，做了类似的测试嘛，而斯旺就很重视他的声誉。如果他的观察结果无法证实呢，他就认为意识投射到木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 SRI 的研究员就告诉他说，之所以选择木星呢，就是因为美国的太空总署目前有探测器正在前往那里。那听到研究员如此信誓旦旦的说法之后呢，于是斯旺就同意了。他就说他对木星做了许多观察。很快的就有探测器证实了他的说法。在进入 SRI 的测试中呢，斯旺就看到了木星的地幔是由氢组成的，像旋风一样的风暴。他还提到了高红外线的毒素、云层的颜色以及大气层中的冰晶。NASA 的调查当时证实了这个斯旺的说法，但是有些怀疑论者就会说所有的这些观察结果呢，它都是可以被推论出来的。但斯旺看到了一些别的东西。他说他看到了木星的周围有一个环，就像是那个土星环一样，但木星的环呢，根据斯旺的说法，它比土星环小得多，而且呢离木星更近。他说呢，它是由尘埃和微小的小行星来组成的，这些呢都是我们从地球上看不到的呀。那我们要如何证明呢？在1973年和1974年呢，先驱探测器呢都没有发现木星的周围有微弱的光环，但是到了1979年呢，当航行者1号呢在经过木星时，还发现了真的有一个光环呢，像一个戒指一般呢围绕着木星。当时所有人都再也不质疑斯旺的说法了。而研究人员就发现呢，就意识而言斯旺的意识是可以去到身体不能去的任何地方，精准度呢就像是遥控器一样。当时呢，美国政府就开始注意到他了。在1975年的3月呢，斯旺凌晨3点钟就接到了一通电话，他被告知要去美国的华盛顿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他到了博物馆之后呢，被要求站在博物馆的圆顶的大厅的正中间大象的雕塑旁。不一会儿呢，有一名军人模样的男子走近他，递给他一张卡片。卡片上的字就写到说请你阅读，但是你不能说话或提问，这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和您的安全，请跟着那位军人走。于是他就被带到了一辆车里，坐在车里呢，另一个军人模样的男人在旁边。在斯旺的书中呢，他就声称这2个人为双胞胎。那车上那个双胞胎呢，就递给他另一张卡片，上面就写着请不要说话，我们需要在你的身上来搜寻有没有监听设备。当他们搜完身之后呢，他们又给斯旺另一张卡片，
上面就写到说，我们希望你用你的天赋来完成我们的计划，你能够坐直升机吗？而斯旺看完卡片之后说可以。之后呢，这个双胞胎就将一个袋子头套呢套在了斯旺的头上。之后斯旺就听到了汽车的加速声，虽然看不见呢，但他觉得自己在兜圈子。最终呢，他被带下汽车，而且他又听到了一架直升机的旋转的声音。他的脸呢仍然被遮住。在系好安全带并飞往了华盛顿特区的附近的一个地点之后呢，斯旺就被带到了一个安静的建筑物内，进入了电梯。门打开之后呢，斯旺头上的头套终于被取了下来。当时斯旺眨眨眼睛适应了光线，然后一位看起来和蔼可亲的男子就跟他自我介绍起来。他说我是罗德先生。斯旺就对这个陌生的环境当时感到很紧张。而这个罗德呢，就看着斯旺，笑着对他说不要担心，你没有危险，并递给他一支雪茄。斯旺很高兴的就接受了，因为这是他平常在抽的品牌。那熟悉的味道让他感到了安心。罗德就说呢，我们代表一个团体希望你能够参加这个远程观察计划，而这项计划中呢，你将会获得每天至少$1000的现金报酬。这个丰富的酬劳呢，斯旺当时确实需要。罗德继续说道，有一些问题呢，我希望你能够遵守。第一就是这里的一切呢，不能够向任何人透露，至少10年内不能说。那第二呢，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呢，你都无法离开这里，我们会满足你的任何要求，并提供你舒适的房间、电视、健身房、游泳池，你所有需要的一切。另外就是你一旦接受了这份工作你就会持续的受到监视。听到这里呢，斯旺当时安静的想了一下，尽管这几年他的经历很是疯狂，但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像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半夜的来电计划好的会面地下的设施还有一个善良却陌生的男人让他执行一个未知的任务，并提供大量的现金给他们。罗德看到斯旺犹豫的神情，就询问到他说，你是否同意这些条款？当时斯旺考虑完之后就点头表示愿意。罗德就说，好的，今天你好好休息吧，明天我们正式开始。那隔天早上呢，罗德就告诉斯旺说你将开始远程观察月球。当时的斯旺呢非常的震惊。之后呢，斯旺就收到了一份清单，并逐一进行了核对。然后呢，斯旺就开始观察月球了。在月球上呢，斯旺就说有些东西他什么都看不到，但有些呢他能够看到，例如巨大的悬崖、海洋陨石坑、白色粉末的沙丘，以及所有人期望在月球上想要看到的一切。最后呢，斯旺就遇到了一些有趣又令人困惑的事情。他就描述说，他看到了月球的地面上的痕迹有些痕迹似乎是由拖拉机或者是某种机械拖拽而留下的。那这些图案看起来呢，像是风吹成的。尽管那个时候的科学界呢都表示月亮上是没有大气层的，但是斯旺他说他在那里能够感受到那里有大气层。然后呢，斯旺进入了一个充满绿色薄雾的一个火山口，在那个火山口呢，有东西正在产生白色的烟雾。斯旺就注意到光线呢是漫射的，而月球上呢不可能出现漫射的光芒，你需要一个大气层来散射这些光线才可以。那么如果不是大气层，那到底是什么呢？他说他离那个光线越来越近斯旺就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机场的东西。他描述了一个大型的结构，比如说上面有吊架、道路、塔楼和跨越火山口的机械切割的裂缝等等，还有桥梁，以及在岩石中切出完美圆形孔的那种大型土方设备、挖掘机一样的东西。那月球的表面类似的大量工业活动的证据都被他看到了。于是他还移动到不同的位置看到了一些建筑物发出了各种不同颜色的光彩。斯旺靠近一看呢，发现建筑物的圆顶还有窗户。尽管该区域很暗他仍然看到建筑物内有细薄的那种雾气出现，以及同样令人毛骨悚然的那种绿色的光芒。他直径就来到了一个窗户边他就描述窗户里面的人形人物看起来似乎跟我们一样。他将此描述为一个高度活跃的一个领域。无论这些生物是谁或者是什么呢，他们看起来当时很忙碌。斯旺继续观察呢，突然所有里面的人都停下了工作，转向都看向了斯旺遥视的那一扇窗户。这让斯旺当时非常紧张，他立刻就说他们看到我了。然后呢，罗德平静而又紧张地说，赶快回来吧。斯旺就说呢，他们正在指着我。而罗德坚定地告诉斯旺说，麻烦请赶快回来，离开那个地方。那斯旺呢，立刻恢复意识，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最后呢，他转向罗德说呢，你已经知道他们也会通灵术吗？当时的罗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说呢，实验结束了，你该回家了。
斯旺后来在书中就说到，这项实验呢，在前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以及奥尔德林呢，也曾在阿波罗计划中在月球的表面切换到了医疗频道，并直接说到他们在这里，他们停在陨石坑的另一侧，他们正在看着我们。这与斯旺遥视中所看到的非常的相似。那在斯旺的月球实验结束之后呢，他离开了华盛顿特区大约6个月之后斯旺在一家超市购买杂物的时候呢，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他形容呢，她是他见过最美丽的女子之一了。斯旺说，她几乎没有穿任何的衣服，比基尼上衣、短裤和他见过最高的高跟鞋。而斯旺显然很喜欢这个女人。他说他当时看到她时，就感觉到一股电流呢穿过她的全身，并感觉到全身刺痛。突然之间，他说他感觉到他的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竖了起来。那一刻呢，他突然就明白，他感觉说这个女人有可能是个外星人，就是月球上面派下来监视他的。那斯旺清楚的知道，这听起来非常的荒谬。后来呢，他转身的时候就看到了之前来自于实验室的那个双胞胎了。于是他惊慌失措的跑出了商店。但当天晚些时候呢，他就接到了一通电话，他被告知呢，立刻飞往纽约，并在第二天早上呢到达中央火车站呢等待联系。当他到达了中央火车站的时候呢，他说他就又看到了双胞胎之一站在公共电话亭旁，他就示意这个斯旺过来呢接电话。电话那头就表示呢，我是罗德先生。罗德就开始询问他关于他看到那个女人之间的这个互动，以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就询问他说，你是否之前认识他的？但是斯旺也不知道罗德在说什么，他就说他从来没见过他呀，也从未跟他有过任何接触。最后罗德就告诉斯旺说，请离那个女人远一点。斯旺就问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呢？罗德就说，你只需要知道她非常的危险就对了。斯旺说，好吧，我明白了。罗德问他遥视的成功率可以达到多少呢？斯旺就说他的成功率几乎接近于65%，但是呢还不够准确。所以罗德就说，当你达到65%的时候呢，请将这个数字写在办公室的便条上面，然后放在那里，不用告诉任何人。到时候呢，我们会联络你的。就这样呢，罗德挂了电话之后呢，斯旺在之后的1年之内都没有收到过罗德的任何消息。但是他在这1年之后呢，终于按照指示呢，将遥视的成功率提高到了65%。他如实的将便条呢写下，而放在了桌子上，然后回家睡觉。尽管他的办公室被锁了，并且没有人知道密码，但是当他第二天早上到达的时候呢，就发现桌子上的纸条不见了。他的桌子上看起来呢，只有一层薄薄的粉末，在这些粉末上呢，还有潦草的写下了2个字期待接触。几天后呢，当他正前往餐厅的途中呢，罗德先生突然出现了。罗德径直走到了斯旺的面前呢，握着他的手询问他，你是否可以离开3、4天呢？斯旺说，当然可以啊，我们这次要去哪里？罗德对他笑着说道，你见过 UFO 吗？斯旺说，没有啊。于是呢，私人飞机在几个小时之后降落，没有人告诉斯旺究竟现在身处何处，但是他们呢已经向北飞行了几个小时，所以斯旺就认为呢，这里应该是阿拉斯加。在抵达之后呢，已经是半夜了，一片漆黑，一片荒凉，周围什么都没有。而随后呢，双胞胎以及罗德和斯旺呢，就进入了一个没有标记的货车。斯旺得到了一件发热的连身衣，并被要求去除身上所有的金属。于是他穿上了。之后他们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了2个多小时，最后停在了一片松树下。罗德就说呢，我们尽可能的需要保持安静，这非常的重要。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呢，他们又步行了45分钟，而且他们不能够说话或发出任何的噪音。斯旺呢，当时点头同意了。然而当他们进入荒野步行的阶段呢，那2个双胞胎军人呢，居然带着斯旺认为是夜视镜的东西，因为他们几乎看不到前方任何的东西。事实上，在步行的路上呢，有些时候他们都相互必须用手臂相互牵扶着，这样才不会掉进小溪或者是沟坎里面，或者在不稳定的地面上绊倒。那过了10多分钟之后呢，他们终于到达了湖边。斯旺就问，我们这是要做什么呢？罗德低声地说，请你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观察，并尽可能的保持静止。罗德就说呢，我们监测到了他们的热量、噪音以及运动。斯旺当时就睁大了眼睛用口型说出了这句话，他们是谁？而罗德将手指放在嘴边呢，仿佛在说嘘。于是呢，4个人静静地坐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双胞胎之一做出了某种手势呢，罗德说开始了。但是刚开始斯旺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湖面上升起了一层层雾气。但是慢慢的呢，雾气就开始改变了，雾气呢发出了霓虹的蓝色的光，慢慢的变成了紫色，然后越来越浓，
然后居然从湖面上升起了一个三角形的飞船，它大约有90英尺宽发出了脉动的嗡嗡声。当时双胞胎立刻就说我们该走了。突然之间呢，一束能量光束立刻击中了我们所在的那个区域。斯旺表示当时就记得听到了像闪电一样巨大的破裂的那种声音，那种爆破的声音。斯旺当时惊得动弹不得，但实际上呢，他自己当时是被拖拽着离开了那个区域的。斯旺当时边被拖边回头一看呢，他说他就看到了湖水里不知何故呢，湖水开始倒灌，被拉入那个飞船之内。他当时将这个场景就描述为反向瀑布。那回去的路上呢，大家都沉默了。斯旺只是盯着窗外呢，试图吸收他刚刚看到的一切，并将其拼凑起来。当货车到达机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升起了。斯旺就说我终于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这是一架无人机吗？罗德呢却一如既往的没有说话，他继续让斯旺说。斯旺说这是一次补给任务吗？当时的他们是正在月球采矿吗？难道这些外星人需要我们的水吗？罗德听了之后笑了笑，他什么都没有说，并伸手呢指着一架等待他的飞机说，你将独自离开。至此之后呢，斯旺就说他再也没有见过双胞胎和罗德了。斯旺呢也信守承诺，从来没有提及过这件事情。而关于斯旺写的这本书的真实性呢，我们可以分为几个部分来看。这本书提到了有关于木星的任务、月球的任务以及外星人和不明飞行物的遭遇嘛。而在超市里碰到的那个女人呢，斯旺觉得这个女人就是个外星人。他认为也许有一个外星人或者是人造人呢，看起来像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正在跟踪他，观察斯旺。所以那个女人呢，很有可能是月球派下来监视这个斯旺的。而关于那2个双胞胎的军人呢，宇哥则认为有可能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或者是传说中的黑衣人。而在斯旺的这本遭遇不明飞行物的书中呢，叙述只是一个非常简洁的故事。大家试想一下，罗德先生很清楚地知道那些东西会出现在哪里，如何运作，他们会做什么。如果想让斯旺确认有关于飞船的某些事情的话呢，完全可以让斯旺远程的遥视因为他都可以看到月球和木星了嘛，他当然也可以遥视阿拉斯加呀。那为什么还要带他去现场去观看呢？而斯旺在他的书中还描述了不明飞行物发射的光线，这些光线实际上摧毁了松树，甚至杀死了旁边的动物。那至于木星呢，后来呢对这颗行星的观测和探测呢，也证实了斯旺所说的许多的内容确实对木星环的那个发现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因为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些，而在1979年的航行者1号证实了它们。而这些呢，也就是这整本书唯一让人难以置信的一点。而中央情报局用遥视者投射到木星、火星或月球呢，尽管这些遥视者的报告呢是高度机密的，但是后来流出来的报告呢也指出他们的报告内容是非常相似的。那月球的问题就在于美国政府根本不允许我们获得详细的细节内容。之前就有报告指出，有太空人听到了有关于月球的比如说信号看到了一些东西呢，但这些信号都被视为是干扰而驳回了。比如说有些报告说月球上有些看起来是像巨大结构的图片呢，但这些图片都很模糊，很容易被反驳为岩层。所以说虽然美国太空总署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或证据，但他们向公众公布的却非常的少。如果美国太空总署不告诉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许多人就会自己填补空白。但是斯旺说他4年以来一直都是美国政府秘密实验的一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那大部分人都100%的相信他的说法。但是斯旺也承认说，他所看到的一切真相呢，也就是说自己的遥视偶尔也会犯错，而且他总是不愿意呢远距离的观察无法确认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也认为斯旺就是个骗子或者是欺骗者。但有些人又认为呢，斯旺可能是揭示了人类最重要的发现，我们人类也许并不孤独呢。因为他的这本书会让你重新评估你所学到的一切，让你质疑你所相信的每一个真理。而斯旺的故事呢，就是其中之一，值得引人深思嘛。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关注宇哥的账号，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